薇，一个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女演员。她曾经因出演《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而红遍大江南北。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长相靓丽、性格活泼的新人非常喜欢，赵薇的戏路也因此越来越广，资源越来越好。可是，在她红了以后，却做出了非常多伤害粉丝、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那么，从一个万丈瞩目的顶流女艺人，再到人人喊打，最终被官方封杀出局，这些年赵薇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如今的她又过着怎样的生活？提到赵薇，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想到当年大陆影坛最强的一线女星阵容，赵薇、范冰冰、林心如等大咖都是出演《还珠格格》成名，之后事业顺风顺水。自打赵薇红了以后，她被爆出众多的劣迹事件，引起了众多百姓的愤怒。虽然赵薇在演艺生涯中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和很多人相比，她幸运了很多。可惜的是，她并没有好好珍惜她来之不易的事业。作为一名公众人物，而且还是红遍大江南北的一线明星，她的言行举止不经意间就可以影响到很多粉丝的行为。显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又或者说，她根本没有把这些当做一回事。2001年的夏天，赵薇穿着类似日本国旗的衣服登上了时装的杂志封面。经过一段时间后，有读者就这件事情投诉到重庆的某家报社后，这件事情才算是正式的发酵。这个事情也是赵薇终身的污点军旗装事件。要知道，这可不是普通的日本国旗，而是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华大地时使用的旭日旗。这种行为是被大家严厉抵制的。但是赵薇作为国内的大牌明星，竟然面不改色地穿在了身上进行杂志的拍摄。他这样的行为不就是无视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历史吗？严重的伤害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伤害了10几亿中华同胞的心。而当年的12月，赵薇才就这个事情发出回应，但是在她的声明中始终在避重就轻。她这敷衍潦草的态度不仅没有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反而引发了众怒，引起了更多的争议和批判。一时间，铺天盖地全是谩骂赵薇的声音。不得不说，赵薇的公关团队确实能力不太行，这样的道歉声明没有让大家看到任何的歉意和真诚，相反还在阴阳怪气的说是大家在污蔑她，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惹了众怒。眼看当下的舆论势头没有半点衰减的趋势，面对着重大压力，赵薇不得不再次向大家发出道歉声明，就这个着军旗装事件再次向公众道歉。虽然赵薇因为这件事情多次面对镜头对大家道歉，甚至连杂志社的相关工作人员全部都做了辞退的做法，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并不是她的本意，她只不过是对着名和利低头道歉罢了。在大家的心里，赵薇已经成为了实打实的卖国贼。2001年12月28日，赵薇出席《情深深雨蒙蒙》的宣传活动。赵薇正在卖力的演出时，这时一名陌生男子冲上舞台，在安保人员还没反应过来时，这名男子用力的将赵薇撞倒在地。这名男子不停地拉扯着赵薇的头发，并且将提前准备好装有粪便的塑料瓶打开，朝着赵薇的脖子往下灌，粪便顺着赵薇的脖子往下流。而当天赵薇穿的是白色的演出服，粪便在她身上十分的明显。就这样，在观众面前，赵薇遭到了陌生男子的泼粪，也是著名的泼粪门事件。从泼粪门的事件发生以后，赵薇自觉颜面扫地，将自己关了起来，再也没有参加其他的节目和影视作品的拍摄。在她后期接受媒体采访时，她以为这名男子是无意的，但是根据这名男子的表述，他就是故意的，他就是直奔赵薇报复她。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大众舆论几乎全都站在这个陌生男子的这一边。根据这名男子的表述，这名男子的爷爷曾经被日本侵略者抓去修铁路，最后被日本侵略者活生生的打死了。这名男子的奶奶曾经遭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凌辱，最后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国恨家仇。这名男子恨极了日本侵略者，也恨极了身穿日本旭日旗的赵薇。这名男子看到赵薇身着日本旭日旗拍摄杂志十分气愤，但是更让他气愤的是，迟迟等不到赵薇的道歉，甚至他还以敷衍潦草的态度应付大众。这名男子看到赵薇12月底要到长沙演出时，他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他要让赵薇在大众面前好好的出丑，这样也许他才会记住自己的所作所为。自从泼粪门以后，也不知道赵薇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么多年过去了，想必他一定忘了吧。为什么这么说呢？赵薇自从演员转为导演以后，她自编自导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大获成功。这部影片以描绘青春的疼痛，获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于是赵薇开始了她第2部电影《没有别的爱》，而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戴立忍是公认的台独分子。赵薇选择男演员，大家肯定没什么意见的，但是她选择一名多次参与台独活动的男演员作为主演，大家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于是众多网友纷纷跑到赵薇的社交平台下留言，告诉她要注意自己的立场。随后赵薇的一番操作惊呆了众人，
面对大家的好意提醒和劝诫，赵薇直接放出了自己和台独分子戴立忍的合照，并且帮他辩护，甚至戴立忍也立刻澄清自己并非是台独分子。但是更多的证据已经被媒体曝光露出水面，赵薇如此嚣张的行为遭到了官媒的批评，而他也没有什么回应。赵薇的立场一直都在挑衅大家的底线，不仅是他个人，甚至连他旗下公司的艺人张哲瀚被爆出参加了朋友在日本乃木神社举办的婚礼，甚至和印尼前第一夫人戴薇夫人合影。戴薇夫人是谁？他曾多次试图分裂中国的领土，甚至否认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罪恶。张哲瀚将照片上传到了社交平台上，事件迅速发酵。不仅如此，张哲瀚甚至还多次发布自己在靖国神社里笑得十分开心的照片。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是当年制造日本大屠杀的日本侵略者，张哲瀚多次发出这样的照片，意图何在？如今张哲瀚已经被封杀，到了2021年，赵薇所有参演的剧作也在各大平台销声匿迹。赵薇不光在立场上黑料多多，甚至在她的平时生活里也爆出了很多负面新闻指向赵薇。最出名的就是早些年赵薇指使司机殴打孕妇事件。经过事情发酵后，赵薇殴打孕妇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2006年的一天，一位孕妇在就餐时突然就遭到了一名男子的殴打，而这名孕妇正是赵薇的朋友邹雪，而殴打她的则是赵薇的司机。邹雪有着6个月的身孕，在餐厅突然被打，一时之间她急忙捂住自己的肚子，保护腹中的胎儿。但是这个事情与赵薇离不开关系。被打的孕妇邹雪是时任时装杂志的总策划，她与赵薇2人合伙开酒吧。事业的初期，两人关系甚是融洽，但是后来生意渐渐惨淡，亏损连连。两人在酒吧的管理上发生了分歧，随后孕妇邹雪就在餐厅无缘无故的被赵薇司机打了，在场的其他人没有任何的事情，孕妇邹雪事后便去法院起诉了赵薇。法院认定是赵薇的司机打了孕妇邹雪一巴掌，随后离开，这是赵薇司机本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这是赵薇所指使的，所以经过法院的审判，这个案子与赵薇无关。虽然案子是这样的了了，但是很多人一直以来都仍十分坚定的认为这是赵薇的所作所为。这个事情骂了赵薇很多年。还有一件十分恶劣的事情也是与赵薇有关，当时有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引起了赵薇的注意，他力排众议，执意要收购这一家公司。起初这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交易，但是到最后却活生生的悲剧。这家小公司的老板吴先生和他的妻子万惠原本过着小康富裕的生活，但是这样的日子自从赵薇前来收购以后，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双方讨论收购的细节时，双方因为控股发生了不愉快，结果吴先生的公司就遭到了恶意的报复，公司门店频繁被骚扰，每天都有人前来恶意闹事，生意一蹶不振，供应商恶意断货，最终导致了吴先生家破人亡。经过警方的调查，吴先生是因为抑郁症自杀，与赵薇毫无关系。这个最终结果对于很多人都无法接受。令人更加气愤的是，有网友请求赵薇给刚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字时，赵薇大方赐名乐水，乐水正是逝去吴先生的名字。这已经不是素质和立场的问题，这是人性的恶。2008年，赵薇与富商黄永龙结婚，从此以后，赵薇踏入了资本圈内，逐渐远离了娱乐圈。而他的朋友圈也逐渐从王菲、陈坤等大牌明星变成了马云、王健林等商业大亨。就这样，赵薇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国娱乐圈的富豪。福布斯曾经称赵薇是最富有的女演员，并且还拥有着敏锐的投资头脑。然而，赵薇和黄有龙这对商界情侣表面风光无限，实际却隐藏着巨大的商业野心。2014年底，赵薇夫妇悄悄地买入了阿里影业的股份，成为了第2大股东。不久之后，他们就套现获利巨额资产，而当时的阿里影业也在迅速扩张。赵薇夫妇疯狂敛财。2016年，赵薇夫妇希望收购上市公司万家文化，这家公司估值近100亿，但是他们的手头只有6000万的资金，于是他们利用各种渠道、各种手段募集资金，获得了30亿的融资。但是这些远远不够，于是赵薇凭借着自己的人脉关系施加影响，虚假宣传万家文化旗下资产，意图哄抬股价。谁知道他们的这个阴谋还没有实现，就已经被证监会发现，导致了万家文化股价暴跌，众多散户资金灰飞烟灭。最后给赵薇夫妇的处罚是5年禁止进入证券市场，并且罚款30万元。赵薇夫妇失去的30万，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不是很贵重，但是因为他们的事情导致了很多股民家破人亡，却无力追讨他们的责任。股市无路之后，赵薇又开始抢滩电商界，她成立网店，找到李湘帮忙带货。光2015年的双11天，她就营收400万元，到了2017年，她的营收更是暴增到了2000万元。
赚钱如流水，让他财源滚滚。但是好景不长，很多人投诉赵薇有虚假宣传和贴牌酒的嫌疑。从此以后，赵薇的明星光环彻底消失，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对象。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应当起到一定的带头作用，可惜他并没有。如今他的名气已经一落千丈，这也是他自作自受的下场。